这个崖壁上啊，布满了房间，不知道这个房间怎么进去的。甚至这一家还开了酒店吧，餐馆，崖壁悬崖餐馆。这估计应该是酒店，这么多房间，是传说中的悬崖酒店吗？我们被这些悬崖洞穴深深吸引，我们绕到洞穴的另外一面，试图从这边的村庄找到进入洞穴的入口。这边村子啊也是非常的陡峭，他们的停车场就在山顶上，要绕一个很大的弯才能上去。OK。本尼也特别喜欢开这样的山间公路，风景好，弯道多，特别有驾驶的乐趣。本尼开这种路啊很开心，我呢多少还是有点紧张，因为左边呢真的就是万丈深渊，他很开心。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吧，我让他专心开车，不要看他老婆。前面呢就马上要到我们的停车场了。我们今天的这个窗景，这也太霸道了吧，太开心了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山头上了，底下是村庄，这个地方是山顶上的一个平台，是小村提供的停车场。现在从我们的房车往前面走，本尼站的就是悬崖峭壁的边上，左边就是下面的石头村。石头村就是一半是石头，一半是房子，房子的一半也在石头里。据说从村里面的城堡有一个通道可以进入洞穴屋，我和本尼啊非常想马上看到洞穴屋是什么样，但是呢这个地方城堡关门是晚上7点钟，我们到达的时候呢已经是6点了，也就是说我们最多还有1个小时可以参观，所以啊我们就在城堡里面到处找啊，想尽快找到进入洞穴的入口。那里我们看到了洞穴屋，但是呢依然不知道它的通道在哪里。Wir haben durch den ganzen Felsen durchgebohrt. Wahnsinn! 哦，这就是我们上午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像窗户一样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它是跟这个小村的另外一边是连通的，跟这边是连通的，两边是有通道的。那我们要去找一下通道。这个从城堡这里是看得到我们的房车的，正对这个前面那个小教堂边上就是我们的房车，几乎是在山顶上。Ja, ist ich spiele, du schaue, okay? Ja. Okay, gehen wir. 本尼说啊，他发现了洞穴屋，就在这个桥底下，但是呢，这里的规模太小了，不是贯穿整个悬崖峭壁的洞穴屋。马上就要关门了，我们急着赶出门。第一天寻找洞穴屋宣告失败。但是傍晚的时候，夕阳给了我们一份惊喜。坐在这个地方看夕阳真的是太美了。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我们在西班牙的洞穴村阿拉卡，在旁边呢就是阿拉卡城堡。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房车就在城堡附近啊过夜的，这里也非常的安静。等会儿呢我们就要去洞穴村探寻它的奥秘。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啊，就在山头上
看到了这个悬崖峭壁上的这个露台，露台上还有餐桌、餐凳，还有一些地方啊，像那个酒店的窗户一样的。哎，我们觉得真的非常的神奇，真是充满了好奇。今天所以要特意的花一整天的时间去洞穴探秘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它的名字其实叫洞穴博物馆。为什么阿曼那个停车场这里啊，有一个小的垃圾桶，但是呢，这是丢小垃圾的。我们的房车生活垃圾呢会比较多。我们现在去村里找这个大的垃圾桶丢垃圾。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钟了，出门的话呢，就还是觉得会有一点热，紫外线挺强的。等会儿我们到洞穴里面，洞穴是常年恒温，16到18度，所以说等会儿在洞穴里面肯定很舒服。而且我们计划今天一天都在洞穴里待着，在洞穴餐厅吃饭。如果洞穴酒店便宜的话呢，我们还可以在洞穴酒店过夜呢。我们先去这个老的洞穴博物馆，等会儿再去那个新的洞穴博物馆。这个就是老的这个博物馆入口，这全是手工打造的这个洞穴屋。来看看3.5一个。我们在这里想买门票，然后呢，工作人员想给我们介绍里面怎么参观，但是呢，他们也不会英语，更不会德语，也不会中文，所以后面本地拿手机出来翻译跟他们聊天。不过西班牙人挺开朗的，大家就这样也能聊得挺开心。现在进入的就是他们洞穴博物馆的主厅，这个空间就很大，就是像他们的大门厅完成，这里就是他们的通道。现在就是进入了博物馆最著名的通道，左边就是村庄，右边就是悬崖峭壁。这一个通道呢，就是打通了村庄去悬崖的这个通道，这是在1000年左右以前人工手工开凿的，全是用那个站子啊、铁锹啊什么打出来的。现在像一个时光通道。现在要走出去了，这个通道啊，至少有100米长。哦，这个地方是一个藏红花的展厅，当地啊是出产藏红花的。藏红花的这个花呢是这样子的，你看，是这样子的。他们采摘这个藏红花的这个花蕊，只采集中间这一部分。当地农民呢就这样子在地里采摘鲜花、藏红花，时候来把藏红花的花蕾取出来。这是藏红花进行晾晒、晾干，就得到了堪比黄金的藏红花。这是藏红花的花球。自行车的主人啊，就是骑着自行车在沿河的两岸采摘野生的藏红花。西班牙需要大量的藏红花，因为在正宗的西班牙饭里面呢，它是一定要放这个藏红花的。然后整个的这个米饭呢，会呈现出金黄色的颜色。这里就是他们的洞穴餐厅。走出通道呢，就到了悬崖洞穴餐厅。这个餐厅呢，这一面就是悬崖峭壁，这就是我最梦想看到的地方。这些就是古老的餐桌，这就是我梦想看到的。也是我昨天在对面看到的悬崖餐厅。
哦，这个地方的视角更好。旁边这个山呢，就是我们在房车里面看到这个山，因为我们的房车就在这个悬崖的上面。这个地方还有敞开的，哦，太棒了！哇，梦想中的景色呀！我们的票价里面还含了一杯饮料，等会去取一杯饮料，坐在这里喝。太高兴了！我现在已经站在了我梦想中的悬崖餐厅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可以看得到我昨天看到的悬崖峭壁的位置。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石头挖出来的，这显然当年的工程真的很浩大。不要忘了，我们是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之上。这就是我们昨天在峡谷对面看到的露台和窗户。这是餐厅的前貌。这过去还在地板上雕刻了花呢，在石头上。这些样式啊，都是古老的这个餐厅的样式。这里看得出来哈，一个完整的洞穴餐厅，这是一个包厢。Sí. Yeah, orange. 这个西班牙小伙子曾经在德国工作了2年，他会说一点点德语，他也很了解啊，德国人就是喜欢喝啤酒，所以他直接就给本尼倒了一杯啤酒。小伙子说啊，他还参加过慕尼黑啤酒节，还穿了巴伐利亚的皮裤。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悬崖餐厅喝点饮料。它这个是门票啊，3.5块里面送的一个饮料，在这边是免费的，因为每个人来到这里啊，都想享受一下坐在悬崖餐厅喝点饮料的感觉，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。OK, good. Yeah. 本尼说啊，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，他允许喝啤酒了。我就说哈，他故意拖拖拉拉这么晚出门，为了是等到12点钟过后可以喝啤酒。我们在这个窗前呢坐了很久，确实非常享受在这里的时光。这个洞穴餐厅啊，只有大概18度的样子，里面特别的凉爽。今天室外是23度，太阳底下挺热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啊，喝点饮料都有点舍不得。在这个位置啊，因为靠近悬崖边上嘛，所以这里的这个网络还挺好的。哎，我们在这里坐了好久了。干杯！后面服务员说啊，他们2点钟开始要午休了，我们不得不离开餐厅，从餐厅顺着人工通道一直往山下走。这个通道非常的漫长，但是它的通风设计的非常好，在里面感觉依然空气很清新。这里面完全是地道战的感觉，躲一个大部队在这里也很难发现。完成这个山洞啊，一直是要走到山底下去了。啊，山洞里还有小河流呢。啊，这个好玩。这真的是别有洞天呐！这是天然的水泉啊。这水流到山脚下的时候，就水流越来越大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。天然洞穴，在你的生活有水，再加粮食就可以了。要出洞了，就突然感觉这个地方就挺凉的，挺冷的。哦，这样看转一下哈，这就是后面的那个山洞。我们基本上已经快走到山脚下来了。哇，这开始有点冷了。OK， 哦，在这里面还可以摸那个什么橄榄油啊什么的，真的，这个山洞里啥都有。
这个住在里面真的就真的可以不出去了。这里面居然还有马车呢。这是过去的农具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厨房，这个厨房就非常的简陋。现在又出来了，现在觉得很暖和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去找这个新的洞穴，它的历史只有100多年。这里是这个新的洞穴博物馆。